5月21号，美国总统川普跟来访的南非总统马德萨正在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这场新闻发布会啊，美国总统川普啊可是做了精心准备，他为这个马德萨准备了一份非常隆重的礼物。什么礼物呢？他现场准备放幻灯片。Let me see the articles, please, if you would,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and just put this on. It's right behind you. 这幻灯片的内容啊，就说啊，你南非现在有针对白人的种族灭绝，准备对这个马德萨搞突然袭击啊。Mr. President, this time, what would it take for you to be convinced that there's no white genocide in South Africa? Well, I can answer that for President. It's for him. No, seriously. I'd rather have him answer. 那你想想，他跟马德萨啊，在此前会谈的时候还没谈的内容，现在这么多记者，咵咵咵，摄像机都架好了，然后呢，突然放这幻灯片，那肯定马德萨现场肯定会非常狼狈嘛啊。Both sides of the road, you have crosses. Those people were all killed. Have they told you where that is, Mr. President? No, I'd like to know where that is, because this I've never seen. But okay. I mean, it's in South Africa. That's. 所以他在现场啊，就说把灯光给我调暗了，然后准备放幻灯片。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啊，美国的记者啊，突然对川普啊就发起了突然袭击。Mr. President, the Pentagon announced it would be accepting a Qatari jet to be used as Air Force On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那 NBC 的记者就没有眼力见儿，川普一听就不高兴了，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已经埋伏好了要给马德萨上眼药的，你这是问我这事情，所以当时他就跟那个记者吵起来了。You gotta get out of here. What does this have to do with the Qatari jet? They're giving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 jet, okay? And it's a great thing. We're talking about a lot of other things. It's NBC trying to get off the subject of what you just saw. You are a real, you're a terrible reporter. Number one, you don't have what it takes to be a reporter. You're not smart enough. But for you to go into a subject about a jet that was given to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which is a very nice thing. They also gave $5.1 trillion worth of investment in addition to the jet. Go back, you ought to go back to your studio at NBC because Brian Roberts and the people that run that place, they ought to be investigated. They are so terrible the way you run that network, and you're a disgrace. No more questions from you. 说得非常不客气，说白了，这个翻译起来粗俗一点，就是你赶紧走，赶紧滚。那记者也不干呢，那就跟那个川普啊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就又吵起来了。不过话说啊，川普啊确确实实喜欢跟记者吵架。大家都知道啊，2个月之前，当时泽伦斯基访问美国，川普跟他搞联合记者招待会，现场的记者不就直接跟那万斯，也包括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就吵起来了啊。What are you saying? She's asking, what if Russia breaks the ceasefire? What if anything? What if a bomb drops on your head right now? Okay? What if they break it? 所以川普啊，平时怼记者，记者怼川普，现在已经成了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景。但是那个马德萨没见过这个场面啊，充其量也就看过泽伦斯基当时跟他在现场的时候，双方直接吵架的场景啊，但是没亲眼见过啊。所以他当时看着川普啊跟记者吵来吵去啊，他当时啊在旁边眼神大家可以看到吗？也有一点懵啊，所以他不太能理解啊，美国这么富强，这么一个大国，民主大国，天天在这个白宫里头跟记者吵架，所以他当时呢就在旁边啊，那表情就非常复杂。最后呢，他忍不住啊插了一句，他说 I'm sorry, I don't have a plane to give you. I wish you did. I take it. 就跟川普开了一句玩笑。当时大家说完这句话，现场的记者哗哗就乐起来了，川普当时就回怼过去了啊。I would take it. If your country offered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 plane, I would take it. Okay. But coming back to this issue. 他说你就送我一架，你送我一架我就收。当然这件事情啊，因为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啊，一直成为了美国舆论界啊关注的一个焦点。川普呢也在不停的解释啊，所以我今天就来讲一讲啊，美国总统川普啊接受卡达尔王室啊这个私人飞机这件事情啊。这事情的原委呢，要从今年的2月15号讲起。这一天啊，卡达尔王室啊有一架波音747-800i 这个飞机啊就飞到了美国佛罗里达棕榈滩机场。这棕榈滩机场啊，距离川普啊他那个叫海湖庄园非常近呐，因为那天是星期六啊，川普星期六拿度假的，
回到自己家里头啊，坐着空军1号到这个地方来度假。结果呢，这突然有一个卡塔尔王室的飞机啊，飞到这个地方，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大家就奇怪啊，这卡塔尔王室这么一架大飞机飞到棕榈滩机场，跟川普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那飞机一落到地上之后啊，马上就有工作人员就给这飞机拍照啊，就开始确定这个飞机的尾翼的号码啊，还有人上飞机去检查。所以有人就觉得肯定是跟川普有点关系。据说川普后来也上了这架飞机，到了这架飞机上去看。到了第2天呢，媒体就开始纷纷猜测，说这个川普啊有可能啊就是看上了这架飞机，这架飞机就专门到这个棕榈滩机场啊，让川普来验货的。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媒体就开始蜂拥为上啊，就开始探讨各种各样的消息。从18号开始到19号，陆续的消息啊就不断的被扒出来了啊。美国的媒体确实是比较发达，当时就有人说，其实卡塔尔这个王室这架飞机到这儿来就是准备把这架飞机送给川普的。当时就有人很多人问白宫，问白宫这到底怎么回事？问五角大楼，白宫当时的那个新闻发言人就在那说啊，他说我们这个行为啊，一切都是透明的，但是也没有具体说什么内容。到了2月22号这一天，川普自己终于忍不住了啊，因为当时《纽约时报》啊、CNN 都在报道，就是说这架飞机就是给川普的。那么22号这一天，川普就出来说了啊，他说那卡塔尔这个政府啊，要送给我们一架飞机，送给我们政府一架飞机作为礼物，做干什么呢？这个飞机啊是准备作为一个临时的空军1号。这是川普第一次在社交网站上证实这架飞机跟他有关系。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可不得了啊，那媒体立刻就炸了，纷纷开始讨论，包括美国的民主党对川普也还是各种各样的批评啊。你想想美国啊，这个国家一直过去是全球的老大，都是他给别的国家钱，都是给别的国家礼物。你要说外国政府给美国政府送礼物，那这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啊，就是这么大规模的礼物啊，一个几亿美金的一个东西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川普说了啊，他说要让这架飞机啊做美国的临时的空军1号。那美国是有空军1号啊，不是没有啊。空军1号大名鼎鼎啊。那我们过去小的时候看电影，那美国不是有一部电影吗？就叫《空军1号》啊，就专门以空军1号啊为题材拍摄的电影，哈里森福特演的，我们当时看印象非常深啊。这空军1号呢，在美国呢就是美国总统的专机。一共有2架，一出行的时候2架飞机一起起飞，你也不知道是哪一架里头坐的总统。一般来说，一架是总统坐，另外一架呢是随行啊、那随护啊一些人员来坐，然后还有战斗机护航，那是美国的象征啊。这平时的空军1号，它驻扎地点就是美国的安德鲁空军基地。那这个空军1号，你通过看电影的大家都知道啊，那跟一般的飞机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空军的指挥所。比如说啊，在飞机里头啊，它可以抗击核辐射。你核爆，一般的核爆，你距离要是远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飞机都能抵挡得住。还有这个核辐射，这核辐射本身呢，你要辐射过来，一般的飞机，那你可能通讯设施可能就失效了。但是人家空军1号里头所有的电线都是可以防核辐射的，你在这个飞机里面的人员也不会受到核辐射的这个伤害。还更重要的是，这个飞机里头啊，它有85部各种各样的电话，然后呢还有一系列的电台，也就是说美国总统他在这个飞机上就可以指挥美国整个这样的一个系统正常的运转。那么当时啊911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呢，那当时不是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吗？那美国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就让小布什坐上空军1号，赶紧飞到天上去，因为飞到天上去安全呐。因为也不知道白宫会不会受到袭击啊，你到地面上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可能受到袭击啊，所以当时那第一反应是赶紧把美国总统坐到空军1号上送到天上去。这个空军1号可以空中加油，可以不间断的在空中飞行几10个小时，甚至有人说可以永续在天上飞，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飞机是非常先进的啊。那现阶段美国有没有空军1号？有啊。那既然有空军1号，那川普为什么要从卡塔尔的王室啊搞一架这个波音747-800，要做自己的临时空军1号呢？那么前几天啊，这川普啊也是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记者就问他，
你接受这个卡塔尔的王室，那你会不会给他一些什么好处啊？川普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搞这个卡塔尔王室的这个飞机啊，来作为空军1号啊。他说我们这个飞机啊太旧了，都40年了，那飞到别的国家去啊，跟别的国家的飞机往那一放，那是个老古董，货比货底扔啊。那我们美国，我们天天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你想想这飞机这么破，怎么伟大呀？但是后面这话是我演绎的，言下之意就是嫌现在的美国空军1号不好，旧，没面子，坐着这样的飞机出去丢份儿。当然啊，我觉得这个川普啊，确确实实啊，在美国的总统中间算另类。为什么算另类呢？因为过去所有的美国总统啊，应该说他在当美国总统之前都没坐过专机，肯定是坐过民航啊。你比如说拜登，你包括奥巴马这些人，那奥巴马原先你没有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你不就是一个参议员吗？是吧？多数啊，这些美国前总统要么是州长，要么是参议员，都是世代从政的人。这些人他自己的个人财富都极其有限，他肯定是没坐过私人飞机，或者说他自己没有私人飞机。但川普不一样啊，川普人家那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川普家族人有钱呐，所以川普在入主白宫之前，人家说了几点呢？第一，工资不要了，1年40万美金看不上，不要了，对吧？第二呢，人家过去啊，人家出门就坐私人飞机。他去英国的时候，那不就直接自己坐着私人飞机到那一场打了高尔夫再回来吗？是吧？所以人家川普是非常有钱的家族，人家坐了私人飞机之后再坐空军1号，就觉得空军1号破，空军1号不好。那你想想，像拜登他们、奥巴马他们，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些人原先都是个参议员或者是州长，那没坐过私人飞机的，那上了空军1号以后，肯定觉得空军1号还是不错的啊。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一个信息啊，就空军1号它本身呢，它由于是一个美国这个国家的这个空中指挥中心，所以它的整个设施啊，它不是围绕着你怎么舒适来展开的。你比如说这里头有指挥所啊，然后呢有手术室，防止你这里头人被打伤了，还可以做手术，然后有那会议室，然后还有一些随护人员啊，在这里头工作的区域啊，它不是让你享尽奢华的生活。所以川普可能有点看不上。那你再来看一看卡塔尔这架飞机啊，这架飞机啊被称之为空中宫殿，确确实不一般。那中东土豪人家买的飞机，定制版的，里头卧室就有3个，还有专门有餐厅，然后还有会客室，那你看起来美轮美奂呐。我看了一下那照片啊，给人感觉啊，这个飞机确确实实给人感觉有点空中宫殿的感觉啊。所以川普啊喜欢上这架飞机啊，应该说也是有理由的啊。那么呢，川普是说啊，他是卡塔尔的这个王室啊，是主动给他捐款，捐给他的。但是后来媒体扒来扒去啊，说川普这说的话不太准，他有点撒谎。他为什么撒谎呢？事情的真实的过程是这样的：就今年2月份，川普刚上台，他就瞧不上这个飞机了啊，因为他2017年他第一次上任的时候啊，他就瞧不上当年的空军1号了。因为空军1号啊，虽然说确实是比较就有范儿啊，但毕竟是服役的期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服役的，说已经快40年了。所以他在2017年上任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他就签署了总统令，让波音公司啊再造2架新的这个空军1号。这2架新的空军1号啊，都用的波音747-800i 这个型号的飞机。这个波音747-800i 这个飞机啊，是一个非常大的飞机，70多米长啊。然后呢，如果在民航客机里头，它可以装467个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飞机。但这个型号的飞机啊，现在已经停产了，而且它卖的也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一个是它比较费油，另外一个呢，就后来波音很快的又搞了一个波音777那个 X900的型号。这个 X900的型号呢，其实它这个续航里程更长，然后呢也更节油，所以波音呢很快就不生产这架飞机了。那么川普呢要用这种飞机啊做空军1号，这波音就开始给他建。这波音建这个空军1号是个赔本的买卖。你就比如说啊，这个新的2架空军1号啊，订单是多少钱呢？是39亿美元，就2架飞机，平均1架飞机是20亿美金。就这波音飞机还说是赔本不赚钱。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空军1号的飞机啊，跟普通的飞机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啊。你看起来它都一样，
都是波音747-800啊，但是几乎内部所有的结构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改变啊，就是为了符合美国政府对美国总统这个空中指挥中心的要求。那建的时间就比较长啊，从2017年那个任期建来建去呢，建到了拜登这个任期。拜登呢对这个项目就不上心，拜登本身就觉得现在的空军1号就可以了，就够用了，所以没上心。再加上波音，大家都知道这2年也是风雨飘摇，一会儿大家罢工了，一会儿这个又受到疫情的影响了，所以这飞机建来建去就没建完。一开始说2025年能建好，后来又推迟到2027年。这川普上任之后就问说，到底什么时候能交工啊？人说2027年也交不了，搞不好2029年都交不了。这川普掐指一算，他自己不是到2029年就退任了吗？那等于半天啊！我头一届我要建的这个空军1号没建好，然后呢，中间隔了一个拜登，我再一次当美国总统的时候，这个空军1号还没建好，那感情我好不容易费这么大劲建的空军1号，隔了12年我们都没享受到，搞到下一任总统就用了，他心里这不甘呐。所以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他就指示国防部成立了一个14人的小组。这14个人的小组啊，就跟波音去商量，说能不能找一架临时的飞机，可以当这个空军1号的，就是比这个现在的空军1号好的嘛。然后呢，就让波音公司去推荐同型号的飞机，就是这个波音747-800i。波音呢，在全球范围内就这么多客户嘛，一共就好像是生产了50-60架这架飞机啊。波音就给他列了一个单子，在全球范围内符合这个标准的，一共只有8架。这8架中间就其中包括卡塔尔的王室的这架。卡塔尔这架波音747-800啊，是2012年买的，买完之后人家土豪有钱呐，改造成空中宫殿以后，主要就是用来卡塔尔王室啊，就接一些国际上的贵宾，都不受政府管辖的。然后呢，这些年啊，这个飞机啊，它好像是也用的非常少。这飞机本身呢，它使用的成本特别高，维护的成本也特别高，高到多少呢？说1小时的使用费用是35000美元。那这架飞机啊，2012年买完之后呢，又想卖呢，一共据说只飞了几千个小时啊。结果美国的国防部就跟卡塔尔啊就联系上了，就锁定了这架飞机，就跟他们谈判，说一开始是准备到卡塔尔那去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川普跟他们怎么谈的啊？然后人家卡塔尔就说我们也不卖了，直接就把这个飞机啊送给川普了。于是，在2月15号这一天，这卡塔尔的王室啊就开着这架飞机到了佛罗里达州的中旅滩机场，让川普去验货。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啊。但是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围绕着这架飞机啊，美国政府也包括美国的舆论界就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民主党肯定就是说，你这就是腐败啊，对吧？你这就是赤裸裸的腐败啊。那共和党的那些人就说，哎呀，这卡塔尔的这个政府很慷慨啊，这个慷慨程度啊，堪比当年法国政府啊送给美国政府的那个自由女神号。也是当时啊，这保守派的啊，也就是共和党这方面的媒体啊，夸奖这个卡塔尔政媒体啊。那舆论之间也在穷追猛打。那么关于这架飞机啊，这争议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这件事情是不是合法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这里面呢是不是有安全隐患？第3个方面呢，就这里头是不是有利益输送？咱们一条一条来讲啊。首先第一点，就这件事情合法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美国的宪法里啊就规定了，你美国总统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不能接受任何国外的国王、王子、政府授予你的薪酬，也包括职务，甚至包括头衔。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说，你美国总统，你就是为美国全体纳税人服务的，你不能从外国政府那个地方拿到好处啊。那么这项法律就规定了，美国总统你其实在对外交往过程中间，你只能接受小额礼物。那么美国总统经常出访，那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经常送他们东西啊。那你比如说有些国家还挺大方的，你比如说当年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那当时中国也是急于想跟美国搞好关系啊，当时就送了尼克松一对大熊猫啊，那不是租的，直接送的啊。那当时也是花了血本的啊。当然这个熊猫呢，其实不是送给尼克松个人的，是送给美国政府的。所以美国
总统出访过程中间，如果接受到的礼物，美国是这么规定的：$480以下的礼物你可以自己保留，也就是说不值钱嘛。那么超过$480以上的，你就必须得上交美国政府。回来之后，你得到美国的政府啊那个档案管部门呢去登记。登记之后呢，这些礼物呢原则上就属于美国政府了，属于美国政府。如果你自己想要，那你就得按照市场的公允价格买回去。如果你不要，这些就跟你没关系了，就是属于美国政府的了嘛。所以啊，历届美国总统虽然说在对外交往过程中间收到一些这样的礼物的话，但理论上来讲，它其实都属于美国政府的，并不属于个人的。所以有人就质疑了，你川普一下子接受一架$4亿的飞机啊，那你肯定是跟这个法律相违背啊。那川普就说了，别着急，我告诉你们啊，我都是合法的。为什么合法呢？他这么讲的啊，首先是这飞机不是捐给我的，是捐给美国的国防部的。就美国的法律虽然规定总统不能接受外国政府的捐款，但是呢，1990年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人家有一个法律，叫做国防捐献什么法案，它规定国防部可以接受外国政府的捐款。于是乎，卡塔尔这架飞机啊，是作为卡塔尔政府捐给国防部，作为一个国防资产，合法吧？聪明吧？你看人家川普啊，把美国的各项法律都研究透了啊。然后紧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个补充声明，就他退任之后，这架飞机呢又指定捐给自己的图书馆。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啊退休之后呢，都会成立一个以这个总统命名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一般由2个部门来共同运营，一个是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另外一个呢就是私人的基金会。然后就把美国总统在任期间的一些档案呢，都放到这个图书馆里头。如果是过了解密期，就可以展示。我呢在网上查过这些总统这个博物馆里头，包括这些吃饭的请柬啊，这个账单啊什么之类的，它都有存。也就是说，尽可能的把每个总统的在任期间的所有的档案都保存在这个档案馆里头啊。这个档案馆呢，它是可以接收捐款的，因为它就是私人基金会跟美国的档案馆共同运营嘛。所以川普就说了，你看我退休之后，这个飞机就捐给川普的图书馆了，也合法呀。而且他还举了2个例子，他说你看当年法国政府不就送给美国政府一个自由女神像吗？这不是挺好的吗？另外一个，那里根的总统图书馆不也有一个空军1号吗？这自由女神像大家都知道是1877年啊，法国政府啊已经专门送给美国政府的。那么后来这个空军1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里根博物馆后来呢接受了一个退役的空军1号，就是当时这个空军1号啊是叫波音707。这个波音707退役之后呢，就放到了里根博物馆的前面，让普通的民众啊到这个飞机上去看，这空军1号是什么样，也体验一下空军1号的样子啊。所以川普你看，我就合法嘛，都有先例呀。但是川普这个解释啊，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在我看来啊，确实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啊，首先你想想，现在这个飞机啊，虽然是捐赠给美国的国防部，但是它的受益人是谁呀？它受益人可不是美国的全体纳税人呐。那个自由女神像，它的受益人就是整个美国的纳税人。它现在就在纽约的一个小岛上，对吧？免费可以参观。但是这架飞机虽然名义上是送给美国的国防部的，但是受益人其实就是川普。这个如果你要是把美国宪法的立法精神你还原一下，他为什么让你禁止去接受外国政府的礼物和钱？不就是为了防止你接受利益吗？接受不当利益吗？但假如说这架飞机你虽然名义上送给美国国防部了，但是受益人就是川普，你川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获益了，那这个算不算违反美国当时宪法立法的时候的基本精神呢？我个人觉得这是算。第二，这架飞机虽然说是名义上送给了美国的国防部，但是它可不一直属于国防部啊。川普现在就已经说了，他退任的时候，这架飞机就转移给了川普的基金会。那么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架飞机之所以捐给美国的国防部，其实是为了绕开美国的宪法对总统接受礼物的法律限制。否则的话，你这架飞机给美国的国防部，就应该一直给美国的国防部啊。
你不应该再转赠给美国的川普博物馆呢？你要转移给川普博物馆，你现在就直接捐给川普的图书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不呢？对吧？所以给人感觉这个过程中，他就是为了有意绕开这样的一个法律限制。所以啊，在我看来啊，就川普虽然说他这个是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他可能是违背了美国这个立法的一个基本精神。这个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看法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是给美国有可能带来非常大的重大的安全隐患。这一点呢，媒体都在连篇累牍的讲。为什么？因为你这架飞机啊是一个普通的民用飞机，这个民用飞机啊，你现在送给美国做空军1号，那你这个空军1号，你敢随便的你就敢用吗？那空军1号你在生产的过程中间，那都是非常的机密的。就像当时有一个人指责说，会有人把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交给中国去装修吗？会有人让中国去装修美国白宫里的战情情报简报室吗？不会吧。那你现在一个卡塔尔王室的一个飞机，这飞机里头你知道是装的什么呀？会不会装窃听器啊？中国没准在那里头已经提前买好了窃听器啊，你敢用吗？那川普就说了，那我们要是按照美国空军1号的标准进行全部改造，让国防部。那么最后人就说了，改造第一需要钱，第二需要时间。钱大概需要多少呢？需要10亿美金。你别看啊，这架飞机是4亿美元呢，你要真的把它改造成符合美国空军1号标准的飞机，要花10亿美元。因为你所有的零件全部要拆下来检查一遍，然后呢零件呢不符合空军1号标准呢，你还得重新去购买，重新去安装。说实在的，还不如重新去建一架飞机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时间也很长，因为川普是着急这架飞机，他要自己用啊。但是有人说了，如果按照符合安全标准的方式去改造的话啊，这架飞机要改造完了，最快也得2029年才能使用。2029年什么概念？那不就川普又要下台的时候了吗？那个空军1号就算慢也已经开始可以用了呀。那你说改造这些东西意义何在啊？那有人还问说，川普你这个退休之后这飞机捐到你的图书馆以后你还用不用？川普说我不用了，就放这展示。但这一点其实现在也令人存疑。为什么存疑啊？因为那个美国总统博物馆啊，它有2个部门运营，一个呢是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一个是私人基金会。那么这架飞机到底捐给这个博物馆的哪个组织呢？是捐给基金会呢，还是捐给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呢？川普没有回答。有人就把那个问题问给美国白宫，美国白宫至今没有回复，就这架飞机到底捐给的是私人基金会还是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如果捐给的是私人基金会，那其实川普到最后说，哎呀，那这个放这地方也浪费，我们还是要用一下啊。那你管得着吗？你也管不着啊，对吧？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可以看到了吗？自由可以操作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是第2个方面啊。第3个方面就是这里头有没有利益输送，有没有腐败。因为你接受了别人的这么一架飞机，那你吃人的嘴短嘛，你拿人的手短嘛。人就怀疑啊，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川普你可能跟卡塔尔之间是存在着一种利益输送。这利益输送里头呢，首先存在着这个东西就是给川普的，对吧？虽然你形式上是给国防部的，最后你要给你的图书馆，然后最后如果他还能用，那不就是川普获得了利益吗？那么有可能的利益输送是什么呢？那现在媒体也在围绕着川普说。那川普啊，大家都知道，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外访就是去了中东。在飞机上他还跟记者讲呢，记者还问他呢，说你这个飞机的事情，他还当时还在那辩解，说我们美国啊，对吧，经常给外国免费的各种东西，那现在别人给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不要啊？傻子咱不要呢？还言之凿凿的在讲。但是他去中东访问啊，沙特啊什么之类的，还包括这个卡塔尔，很多人就质疑了，因为美国总统上任之后的首次出访啊，一般来说都是传统的盟国，欧洲啊、英国啊，了不起到日本啊，但中东从来都不是啊，这个美国的重要的盟国，也不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利益所在地，
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啊。但是川普第一次出访选择的就是中东，而且就包括卡塔尔，而且在卡塔尔还签署了一个几百架波音飞机的这个订单。那有人不就怀疑了吧？你这不就是有利益输送吗？当然了，那是因为卡塔尔向美国买飞机啊。川普说：“你看中国人买飞机呢，那有什么利益输送啊？”但可不一定啊，因为川普他不是说他现在就是美国总统啊，他还是川普集团的这头啊。他当了这次美国总统之后啊，他就把这川普集团让给了他儿子。那他同时还是个亿万富豪呢。那么这个亿万富豪啊，其实在生意也是遍布全世界，就包括卡塔尔。就有媒体记者调查了啊，他的儿子在卡塔尔啊这个地方建了很多项目，什么项目呢？说有这个高尔夫球场，还有豪华别墅，甚至川普大厦也要准备在卡塔尔这个地方建。那这个联想就让人觉得非常不一般了啊！你想一想吧，这卡塔尔的王室送给川普一架飞机，然后呢，川普自己的家族在卡塔尔那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生意。瓜田李下，很难解释得清楚了。但是啊，说白了啊，川普虽然这么上下其手就这么做啊，其实啊，现在美国社会好像对他也没什么办法。因为2017年的时候啊，他当时就用这种方式啊搞来搞去。你比如说科威特当时啊就在他的川普大厦里搞活动，当时民主党的那些人就说：“你川普这其实就是腐败。”因为你自己当美国总统，然后你自己有个川普大厦，外国很多政要都到你川普大厦那地方搞活动，把钱给你，给的很多，所以200多个美国民主党啊，就在法庭上就准备去起诉川普，说川普涉嫌利益输送。结果这个官司就被驳回了。为什么驳回了呢？就说这些民主党啊，这个议员呐，没有集体诉讼资格。虽然你都是议员，但是由于你在国会上不是多数，所以你不能以美国国会议员的身份去起诉。不了了之了。这一次呢，民主党啊在国会上也搞了一个议案啊，这个议案是什么呢？叫做美国总统空运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啊，就是禁止美国总统啊从国外政府拿来的飞机进行改装也好啊，进行运输也好啊。言下之意就是说你可以接受这架飞机，但是呢，禁止美国的国防部拿钱给你进行改装。既然不能给你改装，说白了，你这个飞机你也就做不了了嘛。但是这个法案由于现在民主党在美国的参众两院都是少数啊，能通过的概率微乎其微。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川普虽然说啊，就是这么做这种非常荒唐的事情啊，但是现在美国的体制似乎对他还真就没什么办法。你要知道啊，我觉得川普这个总统啊，跟过去几乎美国的所有的总统都不一样。因为过去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啊，他不仅仅他是一个美国总统，他都把自己标榜成一个在道德上也能倡导大家这个国民的一个楷模。你就比如说奥巴马当年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那美国司法部就裁定说他拿这个和平奖啊不违反美国的宪法。因为诺贝尔基金会啊既不是外国的政府，也不是外国的政府实体吧，所以奥巴马呢就领了这140万美金的诺贝尔和平奖金。但是人家奥巴马随后就把这140万美金呢给捐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在道德上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高。但是啊，川普跟所有过去美国总统都不同，他没有过去美国总统那种对自己的高要求，相反，他还是利用美国法律的一切空子，都在为自己谋福利。这是美国民主党说的，就是他利用美国的一切规则的漏洞，即对自己进行谋福利。所以你看，他虽然不要那40万美元的年薪的总统薪酬，他一搞飞机就搞了一个4亿美元的飞机呀。但这个啊，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也包括美国的政治文化，在我看来伤害是极大的。为什么？虽然说民主制度啊对这个政治人物要有祛魅，但是啊，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道德上毫无感召力，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你想一想，这样的总统他能凝聚普通百姓的共识，能凝聚选民的共识，让美国再次伟大吗？在我看来啊，这个啊是很难做到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